大家好，肖战主演的《余生》杀青至今，整整被压了2年之久，能将一部顶流主演的待爆剧无限期的延后，而且这次还是马上就要在9月8号定档开播的最后时刻，突然之间被延后推迟，整个诡异肃杀的气氛简直挡也挡不住。要知道，吴亦凡所主演的《青山行》也是2年前开拍的，一拖再拖之下，直到去年年中勉强杀青之后，今年就因为吴亦凡案的意外间的爆发而彻底石沉大海，永无出头之日了。投资方被吴亦凡彻底搞垮了，只有一个人相当诡异的成为了一个显性受害的隐性的大赢家，而且这个人同样的诡异的出现在了肖战的余生当中。您猜他是谁呢？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野蛮进组，尽快的野蛮得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余生的另外一个主角担当拥有一个跟肖战惊人雷同的霸气的身份，那就是同样都是谣言大本营微博一路烧钱热捧的排名总是神奇第一的顶流艺人杨紫。去年年中，他搭戏吴亦凡，把大女主的戏分给了大男主。跟着今年渣男吴亦凡被执着的杜美竹扳倒之后，青山行人财两空，女主杨紫却收到了一大笔丰厚的赔偿金，算是一个因祸得福的大赢家了。同样，在去年年底，杨紫参加完赵薇所主导的国内首部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后，今年赵薇莫名其妙的闪电出世了，跟着杨紫有份主演的《余生》再次被闪电延期了。我要说，娱乐圈就是个小江湖，总有旧人倒下，也总有新人登场，也总会有福星灾星的轮流的撑场。说实话，树大招风，行势张扬的肖战，其实灾星和对家也是数不胜数的。老牌编剧汪海林就是一个死咬肖战的生死的冤家。仅仅2周前，也就是8月21号，汪海林就作为娱乐圈的重量级人物，在一场娱乐圈专门的整风运动当中，指名道姓的消遣了肖战和他的余生。编剧出身的他说话的确有理有据，逻辑缜密，他完全利用了中共中央打击流量明星和流量文化的狠劲儿和东风，不仅点名羞辱了肖战，还把余生这部剧跟时下个个都谈虎色变敬而远之的歪风邪气流量文化完完全全的挂上了钩，让湖南卫视也相当的难堪，几乎骑虎难下了。这个汪海林跟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一样，其实都有国家政治任务的加持。这个娱乐圈大嘴一样存在的人物，曾经毫不掩饰地抨击过耽改剧《陈情令》，也表达过自己的严重的不屑和不满。而且他一早就把对小鲜肉的畸形审美上升到了一个威胁审美安全的国家层面了。这种国宝级别的笔杆子的威力可见一斑。胡锡进那种特别喜欢上纲上线，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文革笔锋，这个汪编剧一点都不少。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要说这个钢铁直男汪海林一直都在不屑余力的努力的攻击陈情令及其2位男主，其实背后还是有不少趣闻和故事的。例如，他一开始还是把肖战和王一博2个人捆绑在了一块儿，一起来叫骂的。结果后来他发现王一博的粉丝太过佛系，战斗力欠缺之后，他转移了战场，主攻那些战斗力爆表、不怕翻车、不怕死磕的肖战的死忠粉了。他在这次风云雷电、铁拳不止的清朗运动当中，直拍余生的2位大主演都是顶流加上顶流，是妥妥的放大剂的纯流量电视剧，并要求官方正视
不应该向流量低头。此话一出，震撼力非凡。所谓闹事的通常都不嫌事大，更何况这种娱乐圈老江湖夹带私货的政治搞事儿了。在我看来，他这种编剧才有的快很准的毒辣指责，算是妥妥的踩在了官媒党媒的紧张的神经上了，以及所有电视台和网络平台的要命死穴上了。就像胡锡进说话必定代表着国家的某些声音一样，汪海林的挑事儿在风头火势的滔天恶浪当中，注定起到了煽风点火、兴风作浪的奇效。跟这个江湖大佬不对付的肖战也是相当的悲催，被自己的粉丝挟裹着，成为了娱乐圈重磅人物的死敌。我就想说，粉随正主，何苦来哉呢？娱乐圈任何的风吹草动，例如娘炮的覆灭、单改的团灭，都能让这些死敌一窝蜂的站出来，落井下石，追魂夺命。相比那个聪明的王一博，自己不但低调不树敌，粉丝也跟着佛系不接战，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美好和和谐。因此甚至最终还搞到连单改剧的死敌汪海林都能化敌为友了，这真不是一般的福报了。肖战、王一博作为同样都是单改剧成名的顶流人物，在娱乐圈当中多一事真的不如少一事，为了名为了利去树立一些一生追杀死磕到底的敌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即便1年前、2年前大家的死磕都暂时看不到任何的恶果，但只要时机对了，东风到了，那些不惜最后一击的对手们，任何趁人之危的轻轻的一踹，或者一个小小的火星，都极有可能成为火烧连营瞬间射死的致命一击了。所以相比肖战没有任何落井下石、情途追杀危险的王一博，除非被政策一刀切了，否则不会成为顺数第2个的单改剧的牺牲品。因为他的前面还有肖战和汪海林的恩怨在挡着呢。最新的中秋晚会的彩排现场当中，突然不见了彩排的关晓彤以及王一博，真的是一点都不出奇。在去流量化的大趋势风潮之下，全部启用安全系数极高的老演员是超级稳妥的做法了。毕竟中秋节讲究的是合家团圆，快乐的，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节目。当然了，若在明年春节那种必须老中青都要出场的大场面当中，如果还是不见了流量明星们的身影，那就是时候说明一切了。那个时间点就能确切说明了流量明星们到底有没有碰上末路了，还是重开起点了。说实在的，这个时候的时代正剧，也就是野蛮生长的剧组，虽然风雨飘摇，自身难保，甚至也有被延期的可能性存在，但只要能拉上王一博一把，把他带进剧组，让云匪从剧，绝对是对危险系数仅次于肖战的王一博的救命之举。因为单改的原罪貌似在发酵中，如果不断有人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话，王一博也难免会被反复的波及到。而这种江湖大佬级别的高阶的波及，比起那些源自粉丝们的底层的杀伤力要更大、更直接、更具毁灭性。当然真无两头利，这对于赵丽颖的个人发展而言也是巨大的考验。因为赵丽颖也是妥妥的顶流巨星，如果被汪海林这样的某位江湖大佬出面点名的话，只要成功引起了社会主义铁拳的注意力，同样也极有可能把野蛮生长定义成为双顶流的微流量的电视剧了。那么野蛮生长的命运只会跟拍好2年之后却总是迟迟不能上画的余生一样了。双顶流就是时下电视剧的原罪了。说到这儿，恐怕你也该明白了吧？
明白为什么这个野蛮生长的剧组迟迟不敢官宣的内在的原因了吧？因为双顶流就是单改剧之后的下一个最大最招风的靶子了。打击单改等于打击歪风邪气，等于打击鲜肉娘炮，而打击顶流就等于消除不稳定的因素，营造和谐的气氛。好了，说到这儿，您觉得双顶流的王炸姐弟在风头火势之下，值得拉兄弟一把吗？值得帮一把王一博吗？值得冒险一起野蛮进组吗？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值得，一个是物质，一个是难讲。多谢您的参与和互动。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这次能够安全进组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2、3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未来的、影响光明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拨开云雾，迎来阳光，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江湖太过险恶，坚持不管死活。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吧。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